大家今天吸猫了吗？欢迎来到猫娘子频道，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新推出的系列影片《猫奴来看剧》，让我们看剧学习猫知识。这次我要介绍一个最近非常热门的动画《能干猫今天也忧郁》，主角是一只猫，名为玉吉。为了生活能力堪忧的主人，玉吉逐渐长成一只大猫。它会洗衣、打扫、煮饭、购物，和邻居打交道，简直是一只完美的能干猫，也让许多猫奴羡慕，表示我也想捡到一只像玉吉一样的优秀管家猫猫啦。因此我打算从猫行为角度跟大家分享，假设你在外遇到猫，或刚好有养猫的打算，可以观察这只猫有没有符合这4大条件。符合情况越多，这只猫越有可能也是一只优秀猫猫，走过路过就不要错过这种宝藏级猫猫咯。因此今天主要内容就是要讨论到底有哪4大条件可以看出一只猫有可能是优秀管家猫猫，包括第一，猫想成为管家猫吗？第二，猫的气质与成长环境。第三，社会化与习惯化。第四，总结，有包括另外我想提醒的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就先从第一个条件，猫想成为管家猫吗开始说起。首先，猫想成为管家猫吗？依据国际猫护理组织资料指出，我们在野外看到的野猫，在路上看到的流浪猫，以及在家生活的宠物猫，它们都是同一个物种，叫做家猫。但我们可以明显发现，它们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比如，多数的野猫生活在无人的地方，流浪猫生活区域部分有人存在，而宠物猫则是密集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这也导致不同的猫对人类的反应不同，包括猫会不会主动想与人接触，会不会想和人一起生活，和人互动的过程是快乐、恐惧还是痛苦居多。理论上，我们会希望猫的生活方式、生活圈是接受人的存在，并且互动过程是快乐的情况。那么，我们来看看玉吉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呢？玉吉一开始是生活在公园的流浪猫，生活区域只有部分有人居住。这样的玉吉为什么最后有机会可以成为优秀管家猫猫呢？我们就要来看玉吉有没有符合接下来的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要考虑一只猫的气质、成长环境。每一只猫都是独立的个体，有不同的气质。有些猫天性胆小紧张，有些猫则活泼外向。只要来自父母、遗传基因以及成长环境决定。也就是说，假设猫爸爸、猫妈妈都是对人友善的猫，它们的下一代也容易是对人友善的猫。另一方面，猫的成长环境也会影响到它面对人类时的反应是正面还是负面感受居多。假设小猫刚好2至8周大，这时候的猫是最愿意了解周围环境及其他物种的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敏感期，有助于培养与人生活、适应居家环境有正面的经验。另外，在成猫时期的猫，基本上对人的印象已经定型。假设这只猫一辈子都没看过人类，对猫来说，人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在有人的情况下很难完全放松生活。那么，玉吉的气质和成长环境如何呢？让我们来看看生活在公园的流浪猫玉吉和主人第一次见面的动画片段。行くとこないならうちに来る？そう声をかけてくる奇特な人間がいた。我が輩はひどく汚れた野良猫で、じきのたれ死ぬものと覚悟していたが、我们可以发
现玉吉主动选择靠近人类，甚至主动舔人类的手，也愿意被人摸头及抱在怀里。因此，玉吉是一只倾向对人类友善的猫。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玉吉刚好是小猫时期，最适合培养与人生活、适应居家环境，为将来成为优秀管家猫猫打下良好的基础。再来第3个条件是，猫需要具备社会化的能力，也就是可以和家人互动、因应访客的能力。相较于野猫、流浪猫，与人相处经验可能是敌意、陌生或难以适应。我们可以想见一只宠物猫，从小就习惯家中有主人、其他人、猫甚至狗，它会非常适应与人相处的情况。那么玉吉的社会化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发现玉吉社会化的能力非常高，玉吉会主动和主人互动，帮主人刷牙，也愿意和访客交流，为访客们一起庆生。另外，玉吉也会照顾陌生的小猫，在一定范围内，玉吉也接受狗的存在。这代表玉吉可以和许多人、猫、狗互动，公关能力一把罩，简直太优秀。另一方面，猫也需要具备习惯化的能力，也就是适应居家环境的能力。在于猫成为管家猫之后，猫的生活范围会大量局限在家里，而在居家生活环境中会充满许多刺激猫咪感官的物品，例如吸尘器等电器。假设猫无法适应这些刺激，又难以逃脱，就容易感到痛苦。相反的，假设猫非常适应居家环境，它就会是一只非常适合居家生活的猫。那么玉吉的习惯化情况如何呢？我们可以发现，玉吉习惯化的能力非常高。玉吉可以接受打扫时的声音、洗衣机的运作，甚至在车上享受兜风，也会和主人一起欣赏热闹的烟火。可见玉吉非常适应居家环境，家务能力一把罩，真的是非常优秀的管家猫猫。好，最后到了总结的部分，我们来回顾捡到一只能干猫的4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猫想成为管家猫吗？从猫的生活方式来看，多数野猫生活在无人地方，流浪猫生活区域部分有人存在，宠物猫则是高度与人类生活在一起。这导致不同的猫对人的反应不同，包括猫会不会主动想与人接触，和人的互动过程是否快乐居多。而玉吉一开始是生活在公园的流浪猫，生活区域只有部分有人类存在。就第一个条件来说，玉吉只能说是及格的状况。因此，接着要看的是第2个条件，猫的气质及成长环境。多数野猫自出生起就在野外生活，因此对人感到高度威胁。许多的流浪猫自出生起就在外生活，常常出现在城市、乡村有人的地方，因此可能对人感到部分的威胁，部分的友好。宠物猫则是与人作为同伴一起生活，可能对人感到高度友好。而玉吉则是一只对人非常友善的猫，它选择主动靠近人类，接受被领养回家。此外，这个时候的玉吉刚好是小猫时期，最适合培养与人生活、适应居家环境。第3个条件是社会化、习惯化，也就是猫需要具备在家可以和人甚至其他猫狗互动的能力，以及适应居家环境的能力。多数的野猫、流浪猫没有家庭生活经验，可能对居家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宠物猫理论上非常适应居家生活，而玉吉会与许多人、猫狗互动，又擅长做家事，非常适应居家生活。最后第4条件是，每只猫都是独立个体，在领养猫之前，需要评估自己能否提供猫的生活需求。假设猫适应居家生活有困难，我们也可以请教兽医、猫行为咨询师及相关专业协助。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适合的猫猫。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拜拜。